各位观众，新年好！祝大家2026年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是的，这呢正是今年啊，在大马雪兰莪州佛光山东禅寺的这样的一个新年寄语。我前几天啊就去东禅寺啊看了今年的新年灯会，有颇多的感触啊，让我娓娓道来啊，慢慢的和大家谈一谈。如果说只是灯会的话，那2023年刚来大马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去东禅寺啊看一下，非常值得。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过了1年2年，我还是不能理解，因为我在大马已经看过灯会了，那些灯是很豪华漂亮，气氛洋溢着一种欢乐。可是东禅寺的灯会又有什么特别呢？今年啊，虽然是匆匆一瞥，看了之后也就明白了，灯会中的灯恐怕只占10%。你想想看，为什么今年的主题要叫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呢？既然是在东禅寺主办，那么它背后又透露出了一种怎样的宗教精神呢？我在那边啊，可以感受到所有来的这些人啊，这些观众，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和谐，而且是平静的喜悦。可能我不能称为它叫喜悦，它是一种大欢喜，皆大欢喜的那种大欢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让我从灯会，从东禅寺，从星云大师，再到他提出的3好这个理念，也就是灯会之外的90%，这样4个部分，一个一个跟你来说。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年的灯会啊，这些灯自然是豪华大气啊，所不同的是呢，它这个灯啊是有主题的。既然是马到成功啊，我看到啊主会场呢，它有一个大型的唐僧西天取经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布置，并且有时候还会配上音乐啊，有动态的效果，煞是好看。很多人啊都在那边留影留念。整个灯会的过程啊，不单单只是灯会啊，每年在这一边啊，你看啊，除了创新的花灯啊，比如呢，像今年的有22米的高山水雷峰塔，18米的莫高敦煌莫高窟，动态的观音，还有融合了一些像古典的神话、佛教艺术和现代科技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呢，并行还会举办一些花艺展、灯笼彩绘比赛、书法特展、摄影比赛、音乐表演、舞龙等等，还结合了雪州的这种全民新春团拜的活动。所以啊，去年灯会3月结束啊，据说今年3月就已经开始准备啊，准备时间长达将近1年，也就是可以理解了啊。整个灯会呢，还会有一些祈福的活动，比如说点平安灯、上灯法会、抄经祈愿礼佛舍利、击鼓迎春、云端集印章啊，还有一些家庭的活动啊，等等等等。今年呢，还比较独特的，那就是刚刚有提到的18米的莫高窟造型的这种灯组，它呢是融合了当时盛唐时候的佛教艺术元素，搭配了玄奘大师和象征的五和这样的一个精神的飞马动态灯饰。你从我拍的视频中啊，也都可以看到，应该说现场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顺便一说啊，所谓五和呢，也是星云大师曾经提出的和谐共生的理念啊，它是指自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敬、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至于星云大师的3好的理念，我们在后面的一趴呀还是会提到过的。我觉得在东禅寺的灯会啊，除了灯，还有东禅寺本身这么大的面积，22个英亩，它的一些建筑，它所坐落的各种各样的雕塑，它有大雄宝殿啊，它有佛堂美术馆啊，这一些可以去看。当然呢，整个佛教所承载的精神
也就是我后面会介绍的东禅寺星云大师和他的3好理念进去看一次，体验一次，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洗礼。第二个部分，我想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东禅寺。东禅寺呢，它所在的位置是佛光山，今年呢正好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非常巧。那么东禅寺在大马，在雪兰莪州也已经有60年了吗？并没有其实呢，60年前星云大师呢，他是在台湾应该是在高雄开创的佛光山，之后呢才到大马来建了东禅寺。当然了，他在北美他在南美在欧洲、澳洲都有很多的寺庙所开创。星云大师一生他创建的道场大概有300多个。东禅寺呢，说来也很巧它是1996年启用的，那么距今也已经想想看有30年的时间。我自己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马已经是第4年的中国人，走进去的感受第一是很大，第二呢大而不空因为它里面的建筑错落有致的都摆不开来。第三呢，是它相对是比较让人感到平静和宁静的。我不单单是指寺院这个地方本身它所透露出的一些宗教性质的那种平静和宁静。如果走进中国的寺庙要么呢它就是非常的簇新同时呢烟火缭绕，而且呢它充满着一些怎么样金钱的味道，甚至有一些政治的标语也是可以看到的。这些在东禅寺都没有，就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就让人感觉干净、清净、宁静，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东禅寺到底有多大呢？它有22个英亩它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这么大。怎么讲它一开始就没有这么大，现在有这么大？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故事的。它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由星云大师呢到马来西亚。星云大师一生到过23次马来西亚他来的时候亲自考察和选址了这里来去动土建设东禅寺。而他初期只有2个英亩这么大。那你知道最早这里本来是仁家隆兴村的什么地方呢？对东禅寺就位于仁家隆兴村。最早呢它是一个产量还不错的一个榴莲园，是郭建凤女士她的先生叫做洪义成居士。你一听大概会知道他们的关系，也有可能会猜到这个早期的地是怎么来的。是的，你可能就猜对了。郭建凤女士呢，她秉承着家族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她自动自发的报效捐赠了2英亩的祖产，就是家里的榴莲园呢，来给到星云大师来去建设东禅寺。那么他又为什么会花了蛮久的时间，到1996年差不多6到7年的时间才完全建成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郭建凤女士她其实还一直在帮助着四处奔走让旁边的一些居民以象征性的价格来能够让东禅寺买下他们的土地，慢慢扩大到10几英亩、14英亩，最后呢能够定到22英亩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还有呢政府的审批资金的筹措等等，所以花了6、7年的时间才能够建成东禅寺。郭建凤女士的先生刚有提到洪义成先生，实际上是仁家隆兴村的第2任的村长，他们的后代孙辈现在还在帮忙管理着东禅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东禅寺呢，虽然在2021年发生过火灾，部分的建筑有一些损毁，然后呢信众都很支持，大家呢体现出了非常坚韧的要去发展东禅寺的目标和愿望，来帮助重建整个东禅寺除了大雄宝殿
还有呢，修持中心有佛光园的美术馆、礼堂、五官堂、观音许池院、18罗汉园等等这样的一些建筑。我早就发现有一点非常特别，这一次又可以得到印证，是什么呢？在大马的这些寺庙道观，我相信清真寺也是一样的，它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的圣地，它其实和社会之间的连接正向的输出，积极的输出一些他们的一些能量是非常明显的。以东禅寺来说呢，它除了定期宗教的活动，它会举行共修法会、佛学讲座精进禅修，短期的一些出家的戒会等等，它还有起到教育的功能东禅寺有佛教学院课程，周日有儿童佛学班，有假日的修道会、青年领袖的培训营、校园布教等等的活动。它还有什么慈善活动，比如捐血、义诊赈灾救助助学计划，还有包括它也深度参与了任家龙幸福村的建设。说起来以前任家龙新村在80年代的时候，人口有比较多的流失，当地的治安也不是很好被称之为叫流氓村，有一段的时间。现在它是幸福村，它的华人的比例非常高，以福建人为主。并且你看，每年还会举行这样的平安灯会、花艺展、美术展览、音乐会，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寺庙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功能。第3趴呢，我非常谦卑的想要和大家来介绍星云大师。星云大师他出生于是1927年。你看所以到今年其实星云大师是诞辰100年如果以虚岁来看的话，他呢是2023年虚岁97岁的时候在台湾圆寂的。星云法师他俗名叫李国生，法名彻悟，字金觉，法号星云。他呢是出生于江苏的江都他也是灵济宗第48代传人。顺便一说灵济宗呢是汉传佛教禅宗、南宗的5大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影响也很深远。创立人灵济玄义法师呢是在847年的时候就已经圆寂了。那我们来说回星云法师他12岁的时候呢就出家了，成为僧人。22岁的时候数学快的话呢，正好是1949年因为中国的政权呢，他们所秉持的一些理念可能不太一样星云大师他是希望能够更好的保存发扬他们的佛教，所以呢1949年就跟着一些僧侣团迁台跑去了台湾的高雄。他40岁的时候那么正好在1967年的时候呢，就在高雄开创了佛光山，所以距今呢是60年这也是灯会有说叫做传灯60，百年仰望这样8个字的来源。星云大师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因为他提出过4大宗旨，叫做以文化来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这个你看，这我们在参观东禅寺的过程中，在看整个灯会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的。之前有说过我们的灯会今年叫做和谐共生马道
成功。其实呢，这个寄语啊，也是星云大师在圆寂之前就已经给大家准备好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8个字呢，仍旧是星云大师他给到的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新春寄语。正因为星云大师和各个信众他们的持续不懈的贡献，我们的佛光山东禅寺呢，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就是世纪之交被雪兰莪州政府正式认定为国内主要宗教旅游胜地这也是他现在信众非常多，平安灯会每年也能够吸引数十万民众参与的原因。他给人家龙兴村也带来了更多的宗教的福气也沾染到这样新春的氛围。星云大师呢，他还有一个人间佛教的这样一个理念，是佛教走入到人间很大很大的贡献。他自己幼年时候就敬仰的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这样的概念。当然星云大师自己也说，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我的首创，其实在六祖慧能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只不过呢到20世纪初叶，也就是19多少年的时候呢，佛教在中国有一些式微了所以大家呢会进行反思是不是佛教一直要秉持这样的一种出世的消极的与世无争的一种概念呢？它和整个社会，它对所生存在的这样的国家周边能不能带来更多的影响呢？能不能叫做转化为社会力量，给社会福祉和教化呢？其实可以的。你看，秉持这样的一个理念平安灯会也已经举办了有1980年在台湾佛光山首创的，已经有47年的时间了。哇，这种坚持，你看，坚持了半个世纪之久说我之前在利明达看过灯会一直有人安利我说你应该去看一看在槟城的灯会我想想看有哪些东西是我去最近看到的佛光山东禅寺独有的，其他地方再豪华可能也没有的呢。那么就是东禅寺的三好这个理念。第4个部分呢，和大家来介绍三好。在整个寺院之中我经常会看到这样9个字，3句话，非常短，非常朴素，非常好懂好记。它呢就是叫做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甚至于英文也很简单Do good things。这样的 slogan 在整个佛教寺院中是可以随处看到的。这样的三好理念，你看也是星云大师他秉持着人间佛教，他秉持着他的理念所创设出来的。那么什么叫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3个好呢，实际上它有它的理论的佛法的根源，在佛教中对应着身口意这3业。在1998年的时候呢，星云大师就已经提出来了。但他呢秉持着人间佛教这样相对积极的理念，他会觉得你看佛教讲的是叫做什么？叫做止恶，停止作恶，叫做助恶莫作。这呢相对是一种消极的，就我不来主动的干预你，我做好我自己的行为我不要去作恶多端就可以了。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不如说转换思路，从止恶到行善。行善是主动对外的，是看上去更加入世而非出世的，它不是消极的，它是积极的，叫做众善奉行。转换为这样的3个理念。你看我们有时候甚至于教小孩引导下属，夫妻关系之间好像也是这样的你说不要做什么别don't 怎么样 put that down 没有用。你不如说
做什么？接下来我如何改善这个行为？什么是好的？星云大师觉得呢，做好事啊叫做修身，它是针对着身的，净化身业。说好话呢是修口，你看祸从口出啊，但是呢你修口也可以净化口业啊。第三呢，存好心，那当然自然就是修心了，净化的是意业针对的就是佛教讲的身口意三业。做好事就是要将侵犯伤害人的这种恶行来转变为一种利益大众的善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积极从事助人利他之事，像慈善啊、义诊啊、环保啊、身行善事这也就是东禅寺和大马许多的其实不单单是各种宗教的宗教场所。其实我知道像各个姓氏的各个血缘关系的这些宗亲会，他们呢都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都起到了类似宗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说好话就是要将嫉妒的这些恶口能够转变为柔软的赞叹的佛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能够多说什么慈悲的、智慧的、真诚的、诚信的话语。星云大师是临济宗的48代传人吧，应该是临济宗本身就是棒喝直指人心，简单直接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智慧秉持着真诚带来良好的人缘，叫做口行善。存好心就是将愚痴邪恶的这些念头转变成为慈悲的智慧的佛心，去除贪嗔痴疑急等等，怀抱着慈悲心愿心、善心、发心等等，照顾念头，念念为善，这就叫做义修善。这样的三好看似很好懂，很好简单，其实它就是包含着本质的深远的佛法的真意其实是符合佛陀的本怀这句话其实是星云大师自己曾经来讲过的。他有着很宏大的积极的愿景他就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佛教可以从山林之间走出去，从个人修行扩展至家庭、学校、社会乃至全球，影响数百万民众，变成净化人心、建设人间净土这样的具体路径。哇，我希望我能够回答开头抛出的大家为什么这样的平静与喜悦，这个地方宗教的力量和精神究竟是怎样的，马到成功它的来源和意涵又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也真的希望把我们一家这样在2026年新春到东禅寺，终于到达东禅寺的轻轻一瞥，能够变成一些口善嘴上的东西奉献给您，和你一起互勉。对了，今天的音乐呢也是我请 AI 制作的，叫做新春梵音迎吉祥。再次祝您马到成功，2026年新年快乐，再见。